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谍战剧深前开播，35秒预告透露4大爆点，演员全是熟面孔。2024年谍战剧压轴硬菜深前终于要上桌了，将于11月13日正式开播。为什么大家如此期待呢？因为它是内娱顶流诚意主演的第一部谍战剧，几乎见证了诚意的成名史。2019年开拍，他还籍籍无名；2020年杀青，他已经靠琉璃火爆全网。直到2024年积压5年正式开播，他已经跃升为坐拥粉丝2800多万的内娱顶流。所以深前绝对在诚意的演艺生涯有着重要价值和参考意义。这样一部作品终于被抬上桌，大家怎能不惊喜呢？当然，除了挑大梁的男演员诚意加成，这部剧的剧情和品质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。比如长度仅有35秒的预告，就透露出了几大爆点，在此剧开播前就已经紧紧锁住观众的心。谍战味儿十足，谍报工作是紧张的、刺激的，甚至带着血色的浪漫。但是浪漫的背后是谎言、阴谋、杀戮和背叛。你开了局，却看不到结尾。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你不是日本人，他才是。我去，仅仅3段台词，就把整部剧的谍战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，彻彻底底。让人既看到了谍战工作的艰难、复杂、危险，如同在刀尖上行走，又看到了剧情的精彩刺激、跌宕起伏。伴随着台词，还有一些镜头也很有看点。预告开场，诚意饰演的男主云鸿深文质彬彬、温文尔雅，站在讲台上书写着让人看不懂的板书，不经意间露出一种严肃的、神秘莫测的神情。说到谍战工作的刺激，颖儿饰演的女特工文叶明，则穿着一身蓝色日本和服，和一个神秘人展开了殊死搏斗。紧接着，刘欢饰演的反派，侯梦瑶饰演的米兰，张天阳饰演的云红旗，韩成宇饰演的角色也都面色凝重，一一登场。在这些镜头里，有的人表情复杂，有的人手拿枪支，处处充斥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，十分带感。接下来便是老戏骨，男主父亲云木之一露面，让人不由感慨，王劲松宝刀未老，演技依然是那么稳。一身白衬衣蓝马甲，脸是大家熟悉的脸，但表情却在诠释角色沉稳老练、睿智精明的同时，隐隐透露出与以往反派角色大相径庭的一身正气，让人不由肃然起敬。而他这次在谍战剧中也确实破天荒地演了一回正派。接下来，枪声响起，镜头划过，一个中年女人应声倒地。下一秒，老戏骨何中华饰演的角色杨子明竟然也中枪跌倒，血溅当场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街头巷尾，文叶明为何跟云鸿深持枪而立，怒目相对？云鸿深又因何徒手制服一个手持利刃的神秘漂亮女人？刘欢饰演的反派角色审问云鸿深，一把揪住云鸿深衣领，拿枪抵住他的头。难道他暴露了吗？云鸿深经常躲在窗边，是在深思还是在监视？末尾，云鸿深怒指一个人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你不是日本人，他才是。”他指的到底是谁？枪支、审问、搏斗、厮杀、猜忌、谎言、背叛，生死之在一线间，危机四伏，高潮迭起，扣人心弦。艾玛，短短35分钟预告，楼兰雨姐已经感觉到，这将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谍战剧硬菜。剧情常规但不老套。近几年来，不少谍战剧都走的是男主立志成长线，因理想投奔一个组织，因信仰毁灭最终归于我方阵营。深前也不例外。
这部剧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沙发生的故事。当时，日军为占领长沙，启动了在中国潜伏15年之久的间谍机构黑执事，准备实施战略计划。不巧，此事却被云木之发现，但他还没查出结果，就被人暗害。身为云木之的儿子，正在海外留学的云鸿深突然痛失父亲，立即返回长沙调查，决心找出幕后真凶，替父报仇。然而，他却意外掉入黑执事的陷阱。好在云木之的生前好友杨子明在此时出现，帮云鸿深识破日本间谍的阴谋诡计，并引领他走上抗战的光明大道。原来，云木之生前也是我方组织的核心成员。之后，云鸿深在一次跟敌人的斗争中，又遇到我方年轻女特工文叶明，两人一起同心协力，并肩战斗，跟敌人一次次上演局中局、计中计，最终挖出潜伏在国军内部的日本特工，击破敌人阴谋，顺利完成任务，推动了整个长沙会战的胜利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故事情节虽然常规化，但并不老套。我方特工、国军特工、日本特工三方组织错综复杂，斗智斗勇，这设定相当吸引人，也很符合当下观众的追剧口味。卡司阵容强大，虽说是5年前的积压之作，但大家对程毅的演技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他这些年是演了不少古装剧、现代剧和谍战剧都很少，但程毅的敬业和认真大家有目共睹。云鸿深这个角色前后性格转变比较大。父亲生前，他是个洒脱不羁、活泼外向的富家子。父亲死后，遭遇家庭变故的他，不得不在一夜之间长大，背负着成长阵痛，背负着国恨家仇，游走在刀尖上，逐渐变得沉默寡言、谨慎内敛。对于这种复杂角色，程毅是有过相同表演经历的。比如南风知我意，比如山河月明，比如长安诺，男主都有过这样类似的人设性格。所以这种角色，程毅是手到擒来，稳稳拿捏。除了演技精湛，事业正在上升期的程毅，让人备受期待。身前这部剧的其他演员选角也很抢眼。作为中生代女演员，影这些年虽然有点沉寂，但她的演技还是在线的。之前，他在都市剧《小菊的春天》《婚姻之痒》《千山暮雪》《舒克与桃花》，以及悬疑剧《盗墓笔记》、古装剧《古剑奇谭2》《山河月明》等作品中，表现都很出彩。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丰满立体、鲜活生动、深入人心。从造型来看，他饰演的女主长相清秀，外柔内刚，表面温柔可人，内心坚毅刚强。尤其是他在预告中举枪怒视对手的镜头，简直太飒太帅了，有木有。除了男女主，国家一级演员王劲松仿佛就是每部剧的镇剧之宝。作为剧作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，他在剧中给程毅演父亲云木之，一出场仅一个镜头就让此剧的质量有了保障。此外，王牌老戏骨何中华、实力派中年演员刘欢、张天阳、韩成宇以及侯梦瑶的表现也都让人十分期待。导演又玩熟人局，身前不仅卡司阵容十分强大，就连导演主创也都是合作过多次的老熟人。导演刘国辉是业界资深导演，很擅长在悬疑剧、谍战剧中营造紧张刺激的场景和气氛。而他还执导过悬疑剧《危险人物香港奇案实录》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云顶天宫》，古装剧《天龙八部》《青云志》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《仲子》，年代剧《大当家》《花灯满城》等等不少热剧。光跟程毅，他就合作过3次，另外2次分别是《青云志》和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。而身前另一位导演赵丽君，曾导演过《马上天下》《我的老爸是卧底》《云上绣娘》《山河月明》《与君歌》《落花时节》《又逢君》等作品，也跟程毅合作了3次。看来身前玩的是熟人局啊！
除了导演，王劲松跟程毅合作了5次，两人一起演过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《长安诺山河月明》以及《底线》。何中华跟程毅合作过《青云志》《长安诺琉璃》与《军歌》《莲花楼》《沉香如屑》多达7次。影跟程毅合作过2次，其中1次是《山河月明》。侯梦瑶跟程毅合作过《琉璃》和《沉香重华》，加上生前也有3次。张天阳跟程毅合作过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《山河月明》《沉香如屑》，总共4次。而实力派小生韩成宇则从《山河月明》到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，从生前到《琉璃》，从长安诺到《与君歌》，最后到《沉香如屑》《沉香重华》，整整跟程毅合作了7部剧，两人可谓是最佳搭档。所以导演是老熟人，演员还是老熟人，大家都合作那么多次，相信也能在生前中跟程毅再次碰撞出精彩火花。目前生前即将在央视正式开播，你对剧中哪一个演员的表现比较期待呢？你觉得程毅能靠这第1部谍战剧在内娱的人气再上1层楼吗？生前会成为2024年的谍战剧经典佳作吗？